老头儿，我镖人规矩你懂，送尸不过夜，但这棺材里头怎么有心跳？陈镖师，这方圆800里镖人中，你的镖向来从不问出处，不问目的地，今儿个怎么好奇心这么重了？我可没心思问你这里面是什么。你既然熟悉我的规矩，那也应该知道我送死物与活物那是不同的价。你这玩意儿不死不活的，得加钱。这是镇关守，认出关中之物不想走，竟只想着加钱，果然有几分本事，也是最黑心的镖人。钱货两清，人情两散。乖孙儿，爷爷养了你7年，帮爷爷续命50年，也算是你报答爷爷的养育之恩。这是阴岁，不好！陈镖头，救我！你都说了，我是这800里最讲究的表镖人，钱货两清，人情两散，还在那管叫什么？这是打劫？哟呵，我说怎么只有心跳没呼吸？原来是那个老头养的阴岁。怎么，你这是准备雇我送你回家？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阴岁的活儿我也接。不谈生意，还敢挡道？你这是出庙之前没跟那个老家伙打听我的脾气啊？你妹的，让老子背了7天7夜，会！恭喜获得永久路权词条开道斩，恭喜获得限时词条金刚不坏之身。开道斩，忙活了7天7夜，抽了2个词条，也算不亏。加上这2个，正好20个，跟我今年的年纪一样。有了这开道斩，那也是时候接长途镖，往远处走走了。我在这个小河村住了10年，这是我来到这诡异乱世应声熬过的第10个年头。妖魔横行，草菅人命，只有路边的野狗肥的没毛。如今见着活人都敢呲着牙低吼2声。这些年我还有个镖人系统帮身，现在是时候去外面那些大城市里见见世面了。咦，小陈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张叔，晚上喝2杯。小关，这顿酒恐怕要等你回来才能喝了。你离开的这些天，村里来了个老丈，点名要找你护镖。那老丈带着孙女，一连来了6个早上，今儿个已经是第7天。什么镖这么着急？天天跑这儿来堵我们？就他们？那老丈说想委托你帮忙护送那丫头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。我这是跟老头有缘分，前面刚送走一个，现在又来一个。陈镖头，这位是骆老汉。陈镖头，小老儿从三花镇而来，已在此等候您7日。这丫头身上有股不属于大山的气质，当年郡守身上见过一次，她这股气竟比郡守还沉稳。莫不是我错觉？这老家伙也绝非土里刨食的普通农人。只是这一趟路途遥远，乃是2000里外的大周皇朝。哟，这都出国了？这2000里路哪是什么太平道？妖魔鬼祟比悍匪更要命。我本就动了走出去的心思，只是没想到第一趟长途镖竟直接要跨出国境。老朽知道陈镖师的规矩，这里是20两定金，您只要将我这孙女儿平安送到他舅舅家，到了地方，他舅舅还有100两白银的酬劳奉上。山里人1年土里刨食，难寻半户钱。
120两，够普通3口之家度过大半辈子了。钱给的越多就越危险，这2000里路120两白银，是拿命去拼啊！我走镖收费高，10里8乡皆知，寻常不过是几十文的零碎生意，这120两确实公道。他是第10位，答应的最快。爷爷为何要为这种人同样是贪婪作祟罢了？既然知道我的收费标准，那也该知道我走镖的规矩。第一，目的地一旦确定，途中不得更改。第二，标路我说了算。第三，立字为据，违反任何一条，我有权一拍两散。懂，这个老朽自然懂。陈镖头，您只需将我这孙女洛离平安送达大周上京城，他舅舅苏文渊的太傅府，这趟镖便算完成。往常零碎任务不过个位数标点，昨日那趟凶险的送官活也才得了10点，这趟远镖竟直接给200点，看来以后得多走长途镖了。好。一张懒散的脸，半分赴死的凝重斗舞。这趟九死一生的路途，于他而言，竟只是游山玩水。小李，看人不能只看皮相。陈镖头是这10里8乡最讲规矩的镖人，行走镖行10年，未曾失手过一次。有他在，这趟路才有几分指望。爷爷大限将至，已无他选。那这一路便有劳陈大哥了。这小丫头对我满心嫌弃，头一回被雇主这么看不上。陈镖师，那今日我们便回去准备一下，明日一早三花河畔咱们不见不散。好，若没问题，就在最后一页按上手印。谁家的契约能厚成这样？这一趟赌的不是120两银子，是命，也是走出这山沟沟的机会。张叔，这只兔子处理一下，晚上咱们爷俩不醉不归。好，这小子终究是留不住了，能守着村子10年，已是仁至义尽。淑英怎会困于山沟？哪儿都不如自己的窝，住一天便要舒坦一天。通玄境5到第4境，还差10点，便能破境。世间修行，先修后天体魄打磨筋骨，再养先天一气，继而入微观周身窍穴，而后便是通玄。昨日破庙那老头不过入微初期，也敢碰那尸柜。尸柜乃极阴之物，鬼祟的一种，凶残之极，一出世便会祸及数村，妖祟上之躲避修士，这鬼祟却毫无理智，挡他道者皆斩。190点，刚好差10点。丹田紫气生，府门今日开，唯一开神藏，摘花可伤人，子府扣仙凡，真气可化形，隔空予取人首级。子府境，此行终是有了底气。昨晚和张叔他们那顿酒，喝出了全村人的不舍，空气里都是咸涩的泪水味。10年积蓄流于桌案，10年走镖未亏，反倒亏在了这顿酒上。簪花河传闻1000年之前有河妖老蛙居于此，乱世之中，老蛙化摆渡人，令3子划大船护送难民避难，3子皆殒命途中。老蛙守渡口致死，龟甲化作河畔青石，此地便得名三花河，成了送别故人之地。你怎么才来？路上耽误了。天刚亮，也没说具体时辰，这丫头怎么还恼了？我不是怪他来得晚，是怕他也和其他人一样，只是应付差事。小李，记住，这一路上只有陈彪阳可以信。那老头怕是没熬过今天的太阳。我现在是跟老头犯冲吗？怎么见一个少一个？走吧，路还长着呢。哟，这丫头家底还真哈实，穷乡僻壤的，竟有如此千里良居，不错，还是难得的千里良居。
什么看？还不赶紧牵过来！牵马？让我牵马？真当自己是女皇了？老子是镖人，不是马夫。你连马都牵不动，咱们就走着去大周，草料钱还能省下来给你爷爷多烧点纸。果然是见钱眼开的混蛋，爷爷是不是糊涂了才信他？等走出这片山地，跟小姨会合了，退钱。三花河流经无眼山脉，直达大元皇朝北部。翻过无眼山，便是十方沼泽了。这荒山野岭远最为可怕，各城镇内应有镇妖司驻守，邪祟皆藏于深山。可人迹罕至之地，便是禁地。我从小到大的修养，全被这家伙给毁了。马都骑不稳，买了纯属浪费。天色刚好，就在这里休整，填饱肚子，恢复体力，趁天黑之前翻过这座山。还好，还没临阵脱逃。你去弄点吃的来。帮他走出伤痛，不感激就算了，还摆个臭脸。这家伙正经镖人的本事不知道有没有，糊口的本事倒是挺娴熟。希望遇上妖魔时，你也能这么利索。先填肚子，才有力气翻身。什么味道？又辣又香。这味道从没闻过，比酒家的野味香多了。这家伙就会钻研吃喝。比昨晚红烧的香多了。他该不会要把烤兔送过来吧？以往的镖人都会这样。他竟然自己吃了！我的呢？你的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镖人？有你这么当镖人的吗？姑奶奶，你付的镖费是保小命，伙食费可不包含在内。你想吃也行，伙食费另算。从没见过这么贪财不要脸的镖人！你混蛋！我又不是保姆，还能惯着你大小姐的脾气？这城关真是个混蛋！不吃就不吃，等我见到小姨，有的是山珍海味，到时候没你的份儿。哟，还挺有骨气。收拾一下，启程了。哟，还是个先天境高手。无岩山地处十方沼泽边缘，沼泽深处妖物凶悍，连镇妖司司主都不敢轻易涉足。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，镖人的危险直觉远比实力更重要。再有2个时辰就能出山脉，下山就是望月城，小姨就在那里。这类魔药是野兽沾染了荒原的异常气息异变而成，肉身坚韧强悍，同境界3、5个修士也难敌。
狼大仙，借个道，给个面子呗。用这种手段打发魔妖，也配叫镖人？太丢人了！怎么样，看到我的本事了吧？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么专业的镖人。哼，不过是头先天境的魔狼，厉害的镖师早就一刀解决了，居然还拿出来炫耀。傻丫头，这类魔狼可是群居的，若是伤了这放哨的，很快就会以狼群为攻。我走镖10年攒下的经验，才知道提前规避风险。若换个愣头青，你早就完了。一天一夜没吃，快饿死了。活该，谁让你连伙食费都舍不得出？往前走，莫回头。哼，本小姐要你说，越让我不回头，我偏要看看，不然心里总觉得有遗憾。蠢货！天元归一，五行八方，一举定乾坤。官来前之道，不犯过路之规，还望邪神借那丫头一命，如何？鬼祟无形无态的规则纠缠体，触发杀人规则便会被拉入领域，此乃民间怪谈，莫回头，回头即定格致死。5年前遇挑水婆婆，降种书生服扁担替其挑水，我守了3天才找到规则漏洞，底牌不能轻用，这才刚开始，而且我还没碰到过这玩意儿，还有半刻钟能研究这规则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行路人踏冥途，不问归处。阴阳道两相隔，各有渡舟。汝守桥，我渡河，此为归宿。今有一魂误入汝途，吾以火马作舟渡他还阳。此间因果，阁下以为如何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不给3响，莫逼我出手掀了你这桌子！看来这莫回头也知道疼啊！我用斩马刀锁住了此地规则，若一若有失，他也跑不掉。真怂！这玩意儿接触的太少，保不齐还有后手。镖人的平均寿命不足5年，有的是因为过于耿直，有的则是自不量力。唯有敬畏，方能长久。方位被打乱，顺着规则走，只会进入十方掌深处。你妹的，竟然还是双重规则！就20两，你可赚大了。深山的妖魔拼的是硬实力，我有的是武力。城池里的东西玩心计才更棘手。若不是误了一刀定乾坤，今天咱俩都得栽在莫回头手里。三花镇镖人陈官
押镖路过，请开城门行个方便。那边不是有莫回头吗？小队长之前都栽在那儿了，他是怎么从那边连夜过来的？你妹的！难道还想收老子过路费？镖人乃大云皇朝朝廷认证，持证上岗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地位堪比镇妖司。我乃三花镇的镖人陈官，与贵城城主刘德有旧，我通报一声。那些东西喊不出人的名字，他是真的。陈镖是好手段，竟然敢在深夜行走，我这就给你开城门。多谢。这可是半个月来唯一一个走到城门下的人。这年头也就一些狠人敢走夜路了。陈镖师一路辛苦，快快请进。好。陈镖师，在下王松，您这一路上可曾见到什么怪异的事儿？哦，王大人何出此言？那莫回头难道无缘无故离开了？没什么，是在下多心了，叨扰陈镖师了。鬼祟最是神秘难缠，暴露底牌只会惹来无尽麻烦，我可不会犯这种错。那莫回头被我伤到，只要他不傻，便不会再来捣乱。大叔，给我来3碗面条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脑袋怎么这么疼？穿过屋檐山后，后面的事怎么都记不起来了？难道我昨晚饿晕了，被他扔在马陪上一路颠到这里？陈官，你个混蛋！有你这么当镖人的吗？把雇主饿晕扔马陪上，你倒先吃起面条了。是你自己舍不得花钱吃饭，还非要回头找不自在，结果自己被吓晕了也能赖我。老板，给我来1碗面条。好嘞，马上来。老板，他那碗面条直接放这儿。好嘞。跟这种无赖计较有失身份，等下找小姨商量，让他退钱走人，不然迟早被他气死。老板，结账。好嘞，一共5个铜板。老板，这面条味道真不错。我明明有2匹马，陈官那匹黑马呢？我的那匹黑马呢？被莫回头拉进规则，却只忘了关键一段记忆。这丫头体质不简单，不过这臭脾气倒是少见，用来给你买命了。胡说！你是不是把我的马卖了？你可以不信镖师这个职业，但不能怀疑我陈官的人品。等见了我小姨，看你怎么赔我的马。他脚步不快，怎么总能不远不紧跟着？帝后，特殊地岁，以岁为时，凶岁中的凶岁。大户人家以10胎帝后镇门，以岁之岁。这丫头的小姨身份绝不简单，难怪她天生带着上位者气势。小姐，您来啦！喜儿，小姨在不在？小姐，这位是……别理她。看在系统任务的份上，不跟他计较，先完成任务再说。小姨，小离，你怎么现在就来望月城了？什么叫现在就来？爷爷不是早就联系好了吗？吓死我了！还好你没事。小姨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担心我被那个混蛋欺负了？小离，你有所不知，望月城外来了只莫回头，
半个月了，没有一个外地人能活着进城，也没听说离开的人能活着回来。莫回头，鬼祟比妖魔还恐怖，无形无质，杀人于无形。莫回头更是怪谈，回头便气血倒流，魂入规则。难不成是陈官救了我？可他连魔狼都不敢动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应该是我运气好，刚好避开了这鬼祟。小姨，您别担心，我运气好，路上侥幸错过了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莫回头的凶险，远不止他所见的这般。镇妖司精锐10天前便该抵达，如今杳无音信，怕是早已遭遇不测。小离，半个月前我托人给你爷爷传信，让你推迟1月出发，他没收到吗？爷爷这半年药不离身，我寸步不离守着，从未见过送信的人。看来我派去的信使十有8是出事了。爷爷养了3年的宝马，竟被陈官给卖了。小离，小姨借暂且不能随你一同出发去大周了。不是说好了一起走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？都是因为这莫回头，咱们的皮货生意这些日子一直在亏损，快要停摆了。刚接到飞鸽传书，苏家商会最重要的2位大客户都折在了城外，命丧莫回头之手。我必须留下来解决这个麻烦，至少要让生意回到正轨。前路漫漫，没了财路可如何是好？小姨，要不我也在望月城等您一段时间？胡闹！为了护送你，你爷爷用了120两白银，标行规矩，签了路约，就算不走，这笔费用也必须付。我还花重金请了平阳郡排名前100的镖师，若是不出发，这些钱就全打了水漂。1两银子够3口之家过1年，这要是亏了，实在伤筋动骨。更何况那陈官是白白拿了120两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小姨，这个等会儿再说。爷爷找的那个陈官就是个混子，贪财黑心，还把爷爷的宝马卖了，把他辞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他。他为何卖你宝马？半途解雇镖人，是对其实力的公开质疑。若传出去，他在这地界便再难接活了。小姨，您是不知道，那家伙一路上贪财又无情，遇到魔狼还只会用哄骗的法子躲过去，根本就是个草包。你呀，还委屈？依我看，你应该偷着乐才对。这小姨到底是哪边的？那家伙那般可恶，他竟还让我偷着乐。那魔狼身高不过5尺，实力也就先天境，我都能勉强对付几招。他一个镖人，竟靠哄骗躲过去，不是混子是什么？你，魔狼恐怖的从来都不是他自身的实力，而是他的种族。狼本就是群居育物，更何况这种沾了诡异气息的魔狼，族群性恐怖到了极点。据我所知，十方沼泽边缘的魔狼群最小的一只规模都超过1万只。你们遇到的那一只，多半只是出来巡山的少狼，身上有魔狼王的印记。到那时，一旦面对呢，就是至少1万只魔狼的疯狂围攻。这也就你爷爷眼光毒辣，能找到这样一位经验老道的镖人。若是换个年轻的镖人，你这丫头还能不能到这儿都是个问题。你竟还嫌弃人家1万只魔狼，我竟从未深究过魔狼的习性。难道那个陈官真的有几分本事？年轻镖人为了奖金，定会拔刀相降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却是用最稳妥的法子，将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当时我那般鄙夷他，他竟全当没看见。就算他有点经验，那也不能趁着户主饿晕，私自卖我的马呀。这丫头还是嘴硬。这丫头的委屈我怎会不懂？只是这陈官倒真是有趣，雇主吃他东西要收费，对雇主爱搭不理，这般有个性的镖人倒是头一回见。他打小娇生惯养，何曾受过这等冷遇？陈官的冷漠看似无情，实则是把镖人规矩刻进了骨子里。镖人规矩，镖在人在，只护镖不理闲事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这规矩里竟掺了鳄鱼拍马。如今这乱世，走镖本就是搏命，多赚些便能少冒一次险。这般守规矩的人绝不会做这等事。说说他为什么卖你的马？还不是因为他贪财，趁我饿晕了就把我的黑马卖了。你是说你饿晕了，醒来后横在马背上，黑马不见了？对啊。小姨，你怎么这么激动？他除了说用马换了你的命，还有没有说别的？他还说非要回头自己作死。回头？难道我被莫回头缠上过？不可能，鬼祟何等可怕，尤其是莫回头，碰之十死无生，他怎会有本事对付？那家伙还找借口说用马换了我的命，真当我傻子不成？鬼祟借命，活马替死。原来如此，这半个月进出望月城者无一生还，唯有他安然抵达，从不是侥幸。我看你才是那个傻子。这小姨
到底是哪边的呀？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就是用你那匹黑马从莫回头的手里换回了你这条命？这不可能！这几日，城主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去驱赶那莫回头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折损在了城外。整整半个月，只有你一个人活着进了城，这绝不是偶然。小离，看人不能光看皮相。再说了，你也是一个武者，就算饿上2天，也不至于饿晕吧？是啊，我虽是女子，但也是武者，怎会轻易饿晕？这一路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信，就是陈官。爷爷的眼力从未出过错。有什么话赶紧交代清楚，我的时间就是金钱。本想问问清楚，再道个谢。钱，你就知道钱！小离，不可胡闹。他确实有本事护我去大周，可这钻钱眼的性子实在让人恼火。120两是捡了便宜，可一路被他气的，搞不好真要折在半路。小姨，可是我……小离，单凭他能安然送你进望月城，就足以证明实力。一匹黑马而已，别计较了。就算你不信别人，也要信你爷爷的眼光。你碰到贪财冷漠之人，方能入大周，切记。爷爷的话虽难懂，可2点都在他身上应验了，定有深意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你爷爷呢？身子骨可还好？我过世的消息，除了陈彪府，绝不告诉任何人。爷爷身体一直不好，嫌路上舟车劳顿，想在老家多待些日子，等好些再走。你们有完没完？长话短说，赶紧准备！我镖人的时间就是钱。爷爷从未这般夸过人，这家伙到底有什么特殊？看什么看？你付的是任务钱，不是包食。耽误1天，你知道少赚多少银子？催命啊你！我又不是不走。小离，不可无礼。竟只是个20出头的少年，这等本事，竟窝在三花镇，能与莫回头谈条件借命，就算是镇魔司主，都未必有这资格。小姨，苏月见过陈镖师，一路辛苦护送，小女能平安抵达，苏月感激不尽。我这外甥女从小被惯坏，性子骄纵，若有得罪，还望陈镖师多多担待。苏夫人客气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渡人到岸是我镖人的职责。至于小孩子闹脾气，本就是我们做大人的该担待的。你这家伙的嘴果然醉了毒，想平安到大周，真要做好被气死的准备。还劳烦陈镖师再耽搁半日，我另外请了镖师，想让他们与您一同护送小离前往大周。陈官行镖守则录约篇第3款第7条，雇主不得无故耽误镖人时间，违反甲方有权解除雇佣，不退还任何定金。这本厚东西，我当初真的扎扎实实按过手印。你，不知陈镖哥能否通融一下？哼，可以，不过得加钱。加钱？什么20两捡大便宜，根本是雇了个大坑，这还没出发就坐地起价。这家伙根本不是正经镖人，路上要是碰到危险，岂不是要被他宰到倾家荡产？没问题，给陈镖师加2两银子的耽搁费，如何？行，那你们慢慢聊。小姨，你难道没看出这家伙就是个坐地起价的黑心镖人吗？是咱们有错在先，这种只认钱的镖人反而更可靠，明着提条件总比背后算计的好。前几年便有镖师见财起意，灭雇主满门，抢财还勒索赎金，那才是真的可怕。这还是我那铁帮国小姨吗？今日怎么这么大气？这丫头平日冷着一张脸，今日倒是露出了小姑娘的鲜活脾气。陈官倒是有本事，竟然被那个混蛋气得破了相。夫人，您请的那些镖师到了。好，将他们带到院子里。这便是江湖人所说的镖人味儿，是他们的悍勇与荣耀。果然是好手，小姨这是精挑细选了。平阳郡镖师榜第5，铁壁罗通，通玄后期，纵横镖道数10载，极少失手。这些镖师看起来比那个废物强多了。苏夫人，这位可是咱们的镖主。不错，劳烦各位镖头
将我外甥女安安全全送到大周上京城。洛离见过各位镖师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雇主大手笔请了24位镖师榜前100的好手，这配置，这地界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苏夫人，您不是说一共请了25人吗？连我在内只有24人，还有一位呢。各位，这位乃是三花镇的镖人陈官。幸会，幸会。此去大周，路途遥远，还望路上能与各位前辈相互照应。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细皮嫩肉，根本不像吃镖行饭的。镖人榜上也没这号人。这种眼神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以前合作在妖魔之口，反倒都死了我手里，别拖我后腿就好。镖行早已变位，攀比资历，划分领地，外来者只会被刁难算计。这世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耽误我赚钱，刀可不管是人是妖。这个混蛋之前不是很嚣张吗？看他怎么应付，对我那么凶，对这些人倒这么随和。你付钱了，人家没付钱，待遇自然不一样。气你是免费的解杯套餐，他们不识相，只送棺材。当着镖主的面，不能失了镖行的风度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何时出发？直接说。4时阳气正盛，依老夫之见，午后出发最为稳妥。我怎么下意识看他了？路上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真本事。罗老，这是您的马。多谢苏小姐。2位镖师，这是你们的马。苏小姐客气了。洛小姐，您一路辛苦了。洛小姐武功高强，有您在，我们这趟镖肯定万无一失。选这种温顺马，真是外行。本来还想学学远镖经验，这下是半点兴趣都没了。劳烦诸位镖师，路上多多担待。小女安全抵达之后，苏某必有重谢。苏夫人客气了，您尽管放心。小姨，您多保重，出发吧。往前面。这趟镖居然有6000里，这也太亏了。既然接了镖，就绝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必须慎重对待。直行800里，穿出青苍山脉，就能到云水城，这是第一个大目的地。路上先在黑石镇休整，是最近的安全落脚点。大白天的居然在睡觉，也太不负责任了。爷爷这120两银子花的也太亏了，身价最高的镖师酬金才30两，其他人平均才10两，拿最高酬劳还摸鱼，也太心安理得了。为了赶在天黑前落脚，暂且不跟他计较。你去开2间上房。小姐放心，这种小事儿交给我。我们只吃饭不留宿，吃完饭连夜出发。连夜出发？担惊受怕一整天，连热饭都没吃上就要赶路。我倒要听听你的理由。大家都累了，不休息怎么应对？
他疯了！不到20岁的通玄后期高手，原来是武道天才，难怪苏夫人单独请他。此地是青苍山脉，横跨800里。今晚休息，明晚就会到山脉中心，只能露宿野外，连夜赶路，明日下午就能到黑石镇，有安全的客栈。他是把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不是故意折腾我。听他的。被毛头小子抢了风头，简直是打脸。这丫头眼神里的信任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外面的叫声也太吓人了。前方有3处险地，需小心绕行。大家别慌，只是一头落单的异兽。这不对劲啊，系统！不好，这是姬远魔猿！住手，别击碎他的胸骨！怎么样？没了我，你们怎么活呀？陈官，一头低阶魔猿，按规矩截杀，何错之有？你危言耸听，惊扰军心。一个3合镇来的小家伙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想确认你这一枪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下次我会在你出枪之前先砍掉你的手。记住，我的镖容不得半点不小心。李镖头，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。什么妓院魔猿？我们走镖几十年，从未听过。没错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没听说过，那是你们孤陋寡闻。你别过来，赶紧回车上去。陈官，这区区一只魔猿，难道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名堂？如果说沼泽魔狼危险程度只有1颗星，而这妓院魔猿的危险程度便是3颗星。你是说这种魔猿的实力是那魔狼的3倍？重点是他自爆的怨念之血会留下追踪印记，招致全族追杀。刚才那一滴血落在谁身上，你们自己清楚。怎么从未听闻此种魔猿？此魔猿怕是从十方沼泽新迁移而来的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不想死的，现在立刻离开这里。听他的。是。你干什么？你自己用水清洗一下。这个我从没听过的妓院魔猿，好像很危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这家伙该不会故意占我便宜吧？
你想干嘛？别下手！陈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小姐无礼！你自己闻，闻你身上的味道。这味道有什么说法？这是原因，千里内的魔猿会一直追杀你。编瞎话也要靠谱，我们走镖几十年，从没听过这东西。哼，青苍山派我们走了无数次，什么妓院魔猿，闻所未闻。陈官，你想干什么？陈官，别冲动！他竟直接动手，难道没看出这些人在抱团针对他吗？不好，那群东西追上来了。妓院魔猿速度绝没这么快，这不对劲。这两个家伙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哼，这小子想靠鬼话骗镖主好感，都收起武器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对劲啊！这丫头身上就让他们眼红的宝物，你走还是不走？走走走，先去黑石镇再说。天亮了，你可以自己骑马了。会联盟必罚你。系统，该如何驱除原因？如此看来，要么全灭魔猿，要么全力狂奔逃离。到现在都没事，是陈官在吓唬我。味道怎么越来越浓了？追杀的魔猿在哪儿？连影子都没有。他就是想英雄救美，手段低劣。真正的老镖人不至于无脑针对。你真能护我到大周？太安静了，我们已经被包围。他们在等伏击之地。洛姑娘，不能下山，山下危险。你真把自己当根葱？忍你很久了，到家门口竟不进，绕路会多1倍路程。哼，这青牛山到卧虎镇共3条路，咱们走的这条直道看似险峻，实则最是安全。自立成了摆谱的权杖，
面子比性命重要。言尽于此，生死有命。洛姑娘，下车随我走。让我先去镇子休整洗澡，半刻钟就好。不行，洛小姐，别听他忽悠，有我们护送，放心。你是决定跟他们走，还是跟我走？我真撑不住了，就半刻钟。再洗澡就没命了。雇主必须服从路线安排，否则镖人可随时解约，定金不退。白纸黑字手印为准。你确定违约？哪有镖人签这种规矩？你这是欺负小姑娘！当初也没看全，没想到规矩居然这么多。一定要听城关的话。爷爷，我听你的。行，听你的，走。这丫头还算识相。岂有此理！哼，你得守平阳郡镖规，这趟镖的指挥权归罗老爷，凭什么让我们多绕2000里路？别搞错了，这是我的镖，我说了算。你们算哪根葱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还有谁想试试？他居然这么强！爷爷的眼光果然很准。他绝非普通人，而且内讧若害了雇主，会被联盟除名。都听城关的。这老家伙还没老糊涂。不好，他们来了。这小子疯了！快上马，撤！那小子真的预判了危险。城关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祭月魔猿，若让他们不成阵则绝杀，绝不能停留。从未听闻过此魔物。这些东西明显是要把我们往山脉中心赶，你怎么还往里面跑？现在才看明白，早干嘛去了？魔猿早看出我们要绕路，已然提前准备。若此时往外跑，死路一条。不想死就跟着我，别废话。我对此魔猿一无所知，不能拿性命逞能，还是跟着这小子先。
陈官之前不选烈马，却选这种反应迟钝的，此时反而感应不到危机，跑得最稳，真是好算计。就是这里。你干什么？怎么停下了？危险当头不讨反庭，这是找死吗？你想走可以离开，我留在此地。这是嘲讽我想要临阵脱逃。再也不嫌弃他，千万别丢下我。山下脚，路归天，天下路后脚在先。今日有错我在先，还望阁下画出一条道道。这是镖道切口，生与谈判秘术。这切口的意思是先礼后兵，愿赔罪和解。原来他当时不是胡闹，我是真捡到大便宜了。他果然如爷爷所言一般，是最靠谱的。竟然真的有效！失传这么多年的秘术，竟然真的存在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魔元真正杀招未出，不可轻动，暴露底牌。接阵！分散，打乱阵型，别让他们蓄力。散！这1000两值了。不好，第二批魔猿扛着树干要冲锋。这魔猿竟会使用武器！注意后方投掷！快躲开！为老刘报仇，为老王报仇！陈官，快去救他！陈官，你就这么看着？我是镖人，不是救世主，我的职责是你。至于救别人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得加钱。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，别把命交给别人。
这是第2次谈判失败，真不给面子。好快的到，远超罗通这些老江湖。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他不救人，是因为他早就看出这些人是救不活的。我被标了印记，我身边才是最危险的，我竟还怪他不去救人。这一波应该只是狙击队。这只是试探，他们主力未出。他虽贪财，却从未欺我。陈官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直接加钱就行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带好队伍。还好洛小姐没事。如果早听他的，兄弟便不会死。陈镖师，对不起，之前错怪你了。之前这2人找茬故意拖时间，此战却拼死搏杀，不合常理。别高兴太早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开始。此话怎讲？妓院魔猿灵智过人，擅长合击布阵，且好胜心强，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撤退。他们还会出什么？是我意气用事，害死7位兄弟。原地休整，明早出发。是。为何不趁退走绕路，反而留在此地？这丫头心理力素质和天赋都异于常人，身份也不简单，然而有实力却毫无战斗技巧，太奇怪了。魔猿战败，会撤退优化策略。今夜他们是不会再来，但今夜也是唯一的休整机会，下次的攻击只会更强。领命。是。走。陈大哥，真无法规避魔猿的追击吗？这丫头今天倒是格外礼貌。此等魔祟，无法轻易规避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大家会不会全军覆没？陈官，那有没有办法解身上的追踪印记？这正是我最大的疑惑。其他印记皆有解法，唯独此印记无破解之法。可偏偏青苍山脉本不是妓院魔猿该出现的地方，出现地点极度诡异，背后必有隐情。魔猿本应在十方沼泽，出现在此地极不合理。是有人要针对洛离？不对，洛离只是山里人，没必要大费周章引来此等凶祟。不用太担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办法需要时间想。那
生血战一途。我单人师可屠尽猿群，但无法同时护住洛林。魔猿狡诈，必趁机强攻标记猿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血战。而且人比妖更可怕，此事暗中必有推手。原来洛小姐打扮起来这么漂亮。城关，队伍就绪，趁妖祟未醒，咱们是否立刻出发？好，准备进山。进山？那不是自投罗网？原路下山必被合围，攻势更猛，必须反其道而行。陈大哥，上车休息吧。原来这丫头是长发，不必，外面更安全。马车不舒服，非要吹冷风？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，在外更好。你，最后一辆车的麻袋破了，重新绑好。原来如此。高阶魔祟在暗中压制，如屠刀悬顶啊！陈官，此事必须提前破局。你有办法？借其他群居魔祟之力，驱虎吞狼。我们引他们入其他魔物的领地，借他们之间的冲突脱身。这丫头年纪轻轻，竟能想到如此手段。这丫头换个发型变聪明了，和我的计划完全一致。她能有如此建议，想来身份也绝对不简单。我这办法不行？绝处逢生之计，极妙。不错，有点脑子。奇怪，这农家小标主怎会有如此谋略？去黑风岭引铁甲魔牛，我知小路，我愿带队引开铁甲魔牛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走。不急，为何不立刻突围？黑风岭不行，目标应是十方沼泽。不去黑风岭，往东，咱们进十方沼泽。啊！陈镖师，你疯了吗？十方沼泽是禁地。是啊，镇妖司都不敢进，咱们进去就是送死。普通魔物不是魔猿对手，黑风岭的没用。600里路要2天，必被魔猿追上围攻。百里古道直达沼泽外围，沼泽对我们危险，对追兵同样致命。确实比黑风岭稳妥，能有机会摆脱追杀。原来陈官早就算好这一切，我还得意献气，太丢人了。就按陈镖叔说的办，不要再优柔寡断了。休整备马，调整状态，立刻出发。我检查过，货物绑得很牢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妖魔的皮子，做生意换钱付标费。你的主意还是你小姨的？哼，小姨让我拉去大洲卖3倍高价。诶，这是什么？你干嘛？这是移动的仇恨色电，拉了全族的妖痞上路，等于是向所有魔物宣战。
现在开始，咱们兵分两路。一路，我带着洛仪走古道进十方沼泽，引开魔猿。第二路，剩下的人拉皮或去黑风岭，绕道去望北城汇合。镖人最忌讳的就是人镖分离，雇主绝对不能出事。人多力量大，为什么要分开走？任务失败，我们都会被蒙合重罚的。城关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。沼泽无路，皮货进不去，人多必引大妖，人少却是灵活，只需甩开追兵，不用死战。沼泽禁区，行踪是容易隐蔽。你说的没错，这是个办法，但就你们2个人太危险了。只带5人，沼泽九死一生，我可不就拖油瓶。这洛溪是活靶子，加上进入十方沼泽，那就是双重死劫。我随你去。剩下的人敢闯禁地吗？半刻钟后，兵分两路出发。你要干嘛？我当然跟你一匹马。你自己不能骑。沼泽凶险，你让我单独骑马。这陈官真是不解风情啊！洛小美女都这么主动了，保你不死，但想同城也可以，要加钱。我去，绝顶高手竟坐地起价，还是对着这么个美女。给你加2两银子。行。江湖儿女不拘小节。这丫头聪明有胆魄，知轻重，保命。你们先出发。是。跟紧，压马声，武令不许攻击。陈镖头，这就是古道入口啊！是。看来是纪远魔猿正在集结，准备猛攻了。陈镖师，这一路太异常了，准备战斗。我等奉行天道，乃过路之人，欲借此地一过，不知妖仙大人可否行个方便？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来吧。是妖吗？
他之前站着不动，原来是在等妖蟒的7寸命门。住手！还请阁下放过我，我愿让你们过此路。现在知道要脸了，可惜晚了。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吧！幸好雇了他，这趟镖赚大了，加钱也值。陈镖师，这妖蟒尸体该怎么处理？不要动它，取些鲜血，涂在马肚子上。可是这大妖躯体价值连城，血肉更是大补之物，能带出去必被疯抢。你们真是要钱不要命，带着他上路，等于引各路妖魔来杀自己。快离开这里！妓院魔猿为何迟迟不追？标记不除，他们不该放弃。陈镖师，我们已深入沼泽腹地，妓院魔猿为何毫无动静？先找地方休整，等会儿再说。陈镖师，咱们现在休整不会被魔猿们追上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已经解除了洛姑娘身上的标记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们这一路不都看出来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烂桃子味儿明明还在啊！陈镖师，您是用什么办法去除标记的？太神奇了！祖传的秘法不方便告知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出沼泽和李飞他们会合了？此地一直朝前，直达苍凉山脉，横跨大洲，节省1/3路程。到时候让当地镖行飞鸽传信，我们在前方城镇等他们也好，正好让他们休整疗伤。再向前100里是另一个大妖的领地，过了这里就能穿插出去。好。洛洛，没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死士！江湖死士服下化骨水，死后销毁痕迹。死士似乎是冲着落下而来，这丫头身份绝不简单。先离开这里。他都是一刀斩杀，从不出第二刀。不对劲，此牛是被人提前激怒，故意引来偷袭的。陈镖师，且慢！前方危险，我们成了别人的刀。我陈关的镖路从来不怕刀多。死士从后方追来，消息只能来自李飞。不好，陈镖师，李飞他们可能……我也觉得他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。闭嘴！不用可能了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。
么死的？千里飞还在守护我，怎么可能一天就死了？他难道能未卜先知？若薇身上还有烂桃子味儿，你根本没解印记，是不是拿他们调虎离山？对，既然是镖人，就要随时做好赴死的准备。没人吸引禁御院魔元主力，你们绝无不到这里，不该感谢我吗？不过，李飞不是死在妓院魔元手里，什么意思？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。你是说刚才那个黑衣人是李飞？李飞刺杀洛维，这不可能！在这茫茫沼泽之中，那群死士竟能精准地追杀而来，除非有人在路上留下了标记。你是叛徒！什么叛徒？罗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十方沼泽中，普通人都会迷路，无标记绝不可能追上来。你太武断了！你和李飞一直针对陈镖师，魔元大祸也是因他李飞而起。你妄探秘法，前路畏缩，不是叛徒，为何如此急切？我只是好奇，只是担心前路危险，这很正常。还敢狡辩！陈大哥，你杀错人了。没杀错，刘硕不是叛徒。张元果然是死士。陈官，多谢你为我洗清冤屈啊！出生入死，为了保护洛洛小姐，差点把命都丢了。死士都是精心培养的机器，哪有像刘硕这么张扬的死士？原来如此，真正的死士是绝不会主动暴露自己身份的。他早就看穿了谁是卧底。我50年走镖经验，竟不如这个年轻人。我只知李飞有问题，刚才是靠表情判断出张元异常，最没怀疑的人偏偏是叛徒。我是嫉恶如仇才多嘴，是李飞他们在挑拨我，他们总说陈镖师不给老人面子，我才多次冲动针对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知道他是死士啊！陈官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你跟我来。张元、李飞都是18年前来到平阳郡的外地镖师，当年一起来了50多人，此次出行至少15人是那批人。他们是本就为死士，还是中途叛变？前夫18年，刚好与这丫头年纪吻合。这趟镖要血亏，此时前夫只为刺杀洛离，那他的身份绝非普通小姐。也已猜出洛如身份惊人。这趟镖不同寻常，危机才刚刚开始。镖人接镖便是签了生死状，必须走到底。这不是发现对手惹不起就能抽身而退的局。护不成洛离，背后大人物会追责失职，连家人都不放过。那些大人心黑手狠，镖师性命不如他们腹中一条狗。刺杀洛离的势力不绝15年，这是一场有进无出的死局。陈镖师，你是怎么看出他们身份的？这些人是累赘，必须尽快打发。从李飞杀那头魔猿开始的。什么？那么早？可他那晚的应对全是按镖行规矩来的。这就对了，他做的太标准，太顺理成章了。罗老爷子，我问你，官道上遇妖物最稳妥的杀法是什么？自然是斩首或刺穿死穴，同时利用真气压制其爆裂，以免血雾溅到雇主和货物，留下气味。想明白了？他不仅没压制魔猿自败，反而顺着风向，利用枪劲，精准将污血崩到洛离身上。他打着快速截杀的幌子，骗过了你们所有人。我看破喝止时，他利用你们的骄傲固执，挑起对我的不满，掩盖毒手。每次我提绕路，都有人争辩，其中也都有他在，这是刻意拖延。他早就跳出棋局，看透了潜伏的叛徒。死士的可怕是利用一切规则杀人，
李飞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帮凶。真正让我确定队伍有大问题，是那2车妖魔的皮子。妖魔皮子？杂皮，多种妖皮混在一起，这是野外行走的仇恨吸引器。这确实。李大哥，李飞看到了，却没有半点惊慌，更没有主动疑问。这说明什么？他刻意规避这个问题。对，不是傻，就是有问题。镖行老手不可能傻。2车皮子一直由李飞一伙亲自押送，绝不可能一路不查看，所以你便断定了李飞有问题。对，最后我便通过李飞筛选出了这个队伍里所有有问题的人。而问题还是那2车妖魔皮子。真正的镖人会下意识质疑，可他们却无人过问，怕多说多错。他们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只能规避这个疑点。原来如此。陈官之前分队行动是顺水推舟，为了精准区分叛徒，他是故意在妖魔皮子上动手脚，引走魔猿，这才保住众人。可这刘硕……至于刘硕，他纯粹就是个愣头青，被我强行拉上来。赵仁与程辉心里没有鬼，自然会为队伍考虑，主动站出来。那你现在……印记没解，我只是用手段暂时压制气味，最多还能持续半日。一旦失效，这个黑夜明灯般的标记必将因引来积怨魔猿最后的绝杀。到时候前有积怨魔猿，后有死士解杀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依旧兵分2路，我带着落楼去想办法解印记，你们出去之后直接去望北城，等我们3日。我现在想到了一个能彻底解决标记的办法，但不方便带着你们一起。这里的凶险你们看到了，遇上顶级妖祟，你们连自保都难。我们成了拖后腿的累赘。可我们拿了钱，就应该护着这趟镖走到目的地。我不用说不让你们送，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解决洛离身上的标记。出去后即刻前往望北城，你们在城里等我们3日，我解决完洛洛的印记，便与你们会合。3日若没等到我们，你们直接前往大州上京城，沿途每过一城，你们在最大镖行客栈留下约定标记。我若超前，也会留信联络。前路有积怨魔猿，暗处的死士，更有惹不起的顶尖权贵。寻常镖失败只需赔命，这趟镖可能会牵连全家满门。陈官这是要把我们强行推出泥潭，独自扛下所有杀局。这老头把我当成舍己为人的大侠了，我只是不想被拖后腿。陈镖是……没时间浪费，你去跟刘硕他们30人说清，即刻启程。好，大恩不言谢。我们刀口舔血只为家人，陈官竟独自扛下所有。他一路冷酷，却守着最纯粹的江湖道义。陈官兄弟，行了，兄弟，没时间浪费，先送你们出去，别的等以后会合再说。怎么突然都要给陈官磕头？出去会合什么意思？被这丫头坑惨了，准确说是被她爷爷坑的。我今年跟老头犯冲，见一次倒霉一次。陈大哥，你可不可以背着我走？你3岁小孩，我自己都没这待遇。你是3岁小孩吗？还要背？这里芦苇太高太密，味道难闻又闷，我很难受。我可以加钱。不行，你主动加钱没用，必须我主动提才能触发系统奖励。十方沼泽外围无强悍妖魔，食草魔碎不招惹便无害。十方沼泽横跨10国交界，大云皇朝只是周边一国，
忠心无人知晓。总算是走出来了。大周，我们来了。